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台湾和大陆医疗差异的真实故事。这个故事源于我前段时间接待的一位特殊客户，大陆某三甲医院的李院长。说起李院长，那可真是威名在外，不仅是知名外科专家，还是医院管理层的灵魂人物。可就是这样一位成功人士，却因为女儿的婚事找到了我，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让我印象深刻。丽姐，我女儿硕士毕业，在医院跟着我做研究，前途一片光明，可她却非要嫁到台湾去。李院长第一次见我时就直接开门见山，眼圈都红了。我有些惊讶，李院长，您对台湾有什么看法吗？为什么这么反对呢？李院长叹了口气，台湾那么小，经济落后，医疗条件能好到哪里去？我女儿在大陆有多好的发展前景，为什么要去台湾受苦？尤其是医疗环境，我担心她过去会适应不了啊。听到这里，我不由得笑了。李院长，恕我直言，您对台湾的了解可能还停留在很多年前呢。李院长一脸不信，怎么可能？我经常关注两岸新闻，台湾的医院规模小，设备落后，怎么能跟我们大陆的三甲医院比？我们医院光 CT 机就有10几台，台湾那边医院能有几台？我知道李院长的想法其实代表了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刻板印象。确实，从医院规模、高精尖设备数量上看，大陆的顶级三甲医院确实很厉害，但医疗水平不能只看这些表面数据啊。李院长，您听说过全民健保吗？我问道。听说过，就是他们的医保系统吧？能有我们的医保覆盖全面吗？李院长不以为然，我详细给他解释，台湾的全民健保可不简单。自1995年实施以来，覆盖率达到 99.9%， 几乎所有台湾居民都能享受到平等的医疗服务。普通老百姓看病，挂号费才几十元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10几块钱。一般门诊自付比例只有 10% 左右，住院更低，有些重大疾病还能全额报销。李院长听得一愣一愣的，真有这么好？那医疗质量呢？台湾的医疗质量可是世界知名的。我继续道，您知道吗？每年都有大量的国际病人专门到台湾就医，特别是高难度手术，很多东南亚富豪都选择去台湾。台湾医生的服务态度和医德医风在国际上都是有口皆碑的。李院长皱着眉头，那他们的医生待遇怎么样？我听说台湾医生工资不高啊，这您就不太了解了。我笑着解释，台湾医生虽然基础工资可能不如大陆一线城市的名医，但工作强度比大陆小多了。大陆三甲医院门诊量动辄上百人，医生哪有时间好好问诊？台湾医生看诊每个病人的时间起码是大陆的2、3倍，医患沟通更充分，自然误诊率也低。而且台湾的医患关系比大陆和谐多了，几乎没有医闹事件，医生能安心行医，患者也能得到尊重。这种良性循环才是真正高质量医疗的体现啊！李院长听到这里，表情开始动摇，这倒是实话。我们医院经常要处理医患纠纷，医生压力确实很大。不仅如此，我继续说，台湾的医院虽然规模不如大陆的超级三甲，但设备配置非常合理，检查效率高，不搞过度检查。大陆有些医院检查项目多得离谱，患者东奔西跑，浪费时间又花冤枉钱。台湾医院检查更精准、更高效，真正以患者为中心。李院长沉思片刻，突然问，丽姐，您去过台湾吗？亲眼见过他们的医疗环境？当然去过。我自豪地说，我不仅去过，还在台湾住过院。3年前我去台湾出差，不小心摔伤了腿，在台大医院治疗过，那服务和体验绝对颠覆了我之前的认知。李院长一下子来了兴趣，真的，能详细说说吗？好啊，我清了清嗓子。我当时在台北信义区参观，不小心在商场摔倒，膝盖受伤，朋友立刻送我去了台大医院急诊。您猜怎么着？从进医院到医生接诊不到20分钟，而且医生超级耐心，一边检查一边详细解释伤情，一点都不急躁。检查完，医生马上帮我安排了骨科会诊。我本来以为要等很久，结果不到半小时，骨科医生就来了。他看完片子，确认是韧带轻微撕裂，详细给我讲解了治疗方案，甚至问我是大陆来的短期游客，把康复周期和注意事项都考虑得特别周全。
最让我惊讶的是结算费用，全部检查加上诊疗费，最后只花了1200多新台币，折合人民币不到300元。如果在大陆同级别医院，没个1-2千是下不来的。而且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乱收费、乱开药的情况，所有用药都是必要的。李院长听得目瞪口呆，真有这么高效，这么便宜？这还不是最厉害的。我接着说，台湾的家庭医生制度也很完善，每个家庭都有固定的家庭医生，负责家人的基础健康管理，有什么小问题直接找家庭医生就行，不必挤大医院，严重了再转诊专科，层级分明，资源利用更合理。而且台湾的医疗信息化程度很高，病人的就医记录、检查结果全部电子化，医生能迅速查阅患者的完整病史，避免重复检查和用药冲突。病人看诊时带着健保卡就行，刷一下所有信息全部调出来，方便极了。李院长若有所思，这些确实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我还是不太相信台湾的医疗技术会比大陆先进。李院长，您是专业人士，应该知道医疗技术的先进性不仅仅体现在设备上，更体现在服务流程、医患沟通和整体医疗体系的完善程度上。我认真地说，比如器官移植手术，台湾的存活率是亚洲最高的。再比如微创手术，台湾在很多领域都处于领先水平。这时，李院长的电话突然响了，他接完电话，脸色变得凝重。丽姐，不好意思，我得先回去了。我母亲刚被送进医院，情况不是很好。啊，怎么回事？李院长节哀，要不我们改天再聊？我关切地问。李院长摇摇头，不用。这个事情正好和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有关。我母亲前段时间一直胸闷，我们医院检查说是冠心病，需要装支架，但老人家害怕手术，一直拖着。昨天我女婿，就是那个台湾小伙子，刚好来大陆看望我们。他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心血管科医生，他看了我母亲的检查报告后，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按台湾的诊疗标准，我母亲这种情况未必需要马上装支架，可以先试试药物治疗加生活方式干预。我当时还不太相信，毕竟我们医院的会诊结果很明确，现在老人家突然病情加重，我有点担心是不是听了他的建议延误了治疗。李院长脸上写满了担忧，我安慰道，别着急，先去医院看看情况再说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联系我。李院长匆匆离开后，我一直惦记着这事，没想到3天后，他主动约我见面，而且还特意带来了他女婿小陈。见面地点选在了一家安静的茶馆。李院长的气色出奇的好，全然不见前几天的焦虑。丽姐，我今天特意带我女婿来见您，他叫陈文正，是台北荣民总医院的心血管专家。李院长笑着介绍道。小陈是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言谈举止非常得体，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他微笑着向我点头。丽姐好，我岳父经常提起您，说您见多识广，特别了解两岸文化差异。过奖了，我笑道。李院长，令堂的情况怎么样了？李院长神情复杂，说来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当天我赶到医院后，发现母亲已经被推进了导管室，准备手术。我们医院的王主任，心内科权威，亲自主刀，说必须立即装支架，否则可能有生命危险。小陈当时也在场，他看了我母亲的最新检查结果，非常礼貌但坚定地向王主任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我母亲的症状和数据显示可能不是典型的需要支架干预的情况，建议做一个额外的压力测试和血管内超声来确认病变的功能学意义。我好奇地问，王主任接受了吗？一开始当然不接受。李院长摇摇头，王主任很不高兴，认为小陈是在质疑他的专业判断。但小陈非常冷静，拿出平板电脑调出了几篇最新的国际指南和研究论文，指出对于我母亲这样的情况，国际上最新共识是建议进行功能学评估后再决定是否需要支架治疗。小陈补充道，我不是质疑王主任的判断，只是在台湾，我们特别注重适当医疗的理念，避免过度治疗。支架植入虽然已经很成熟，但毕竟是侵入性手术，如果病变没有造成明显的血流限制，单纯依靠药物治疗的效果可能与支架相当，而且风险更小。李院长接着说，最后在我的坚持下，王主任同意了做额外检查。
结果真让人大吃一惊，压力测试和血管内超声显示，我母亲的血管狭窄，虽然从解剖学上看起来很严重，但实际上并没有造成明显的血流限制，功能储备还算充足。这就意味着，我问道，意味着装支架的必要性不大。小陈解释道，在台湾，我们会根据分数流量储备这个指标来决定是否植入支架。如果 FFR 大于 0.8， 通常建议药物治疗。岳母的情况正是如此，王主任最终也同意改用药物保守治疗。李院长感慨道，这件事真是让我震惊。作为一名医院管理者和医生，我一直以为我们掌握的是最先进的医疗理念和技术，但这次亲身经历告诉我，台湾的医疗理念可能比我们更先进，更注重循证医学和个体化治疗。小陈谦虚地说，其实不能简单的说谁先进谁落后，大陆的医疗技术发展很快，很多领域已经赶上甚至超过台湾了，只是两地的医疗体系和理念有差异，各有优势。最关键的是，李院长补充道，台湾医生的决策似乎更多的基于国际最新指南和病人的实际需求，而不是出于创收考虑。我不得不承认，在大陆，医院经济压力确实会影响一些医疗决策，这就是全民健保制度的优势之一。小陈解释，在台湾，医生没有创收压力，可以完全根据病人需要来制定治疗方案。健保署对医疗资源使用有严格监管，过度治疗反而会被处罚。我好奇地问，那药物治疗效果如何？李老太太现在感觉怎么样？好多了。李院长笑道，服药1周后，母亲的胸闷症状明显缓解，现在每天还能出去散步锻炼。小陈还给他制定了详细的饮食和运动计划，效果很不错。这正是台湾医疗的另一个特点。小陈说，我们特别重视全方位的健康管理，不仅治疗疾病，还帮助患者改善整体生活方式。在台湾的医院里，常常有专门的营养师和康复师团队配合医生工作。李院长感慨万千，丽姐，我必须向您道歉，上次我对台湾医疗的看法确实太片面了。这次亲身经历让我彻底改变了想法。那您现在对女儿嫁到台湾还有意见吗？我笑着问。李院长爽朗的大笑，哪还敢有意见啊？我现在巴不得他们早点结婚呢。说实话，一开始我确实担心女儿去台湾会生活条件下降，特别是医疗条件。但现在看来，我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小陈认真地说，岳父，我向您保证，一定会好好照顾燕燕，给她最好的生活。其实台湾的生活水平很高，医疗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没错，我补充道，很多人不知道，台湾的人均 GDP 早就超过了4万美元，位居亚洲前列。虽然地方小，但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教育、医疗都非常完善。李院长点点头，我最近也在了解台湾的情况，确实很不错。特别是台北市，城市建设、公共服务都相当发达。小陈还告诉我，他们那边看病用健保卡，几乎不用排队，医生问诊时间很充分，用药也很规范，这些都是我们大陆医院需要学习的地方。小陈谦虚地说，两岸医疗各有优势，大陆的高端医疗设备和尖端技术发展很快，某些领域已经领先台湾了，但台湾的医疗体系可能更人性化、更均衡一些。说到人性化，李院长插话，小陈给我讲了他们医院的很多细节，真的让我大开眼界。比如台湾医院的病房设计，基本是双人间或4人间，很少有大通铺式的病房。病房里除了基本设施，还配有个人储物柜、电视、空调，甚至部分医院还提供 WiFi。这种尊重患者隐私和舒适度的做法，确实值得我们学习。我点点头，不仅是硬件设施，台湾医院的服务理念也很先进。医生、护士对待病人特别有耐心，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能享受到很尊重的医疗服务。而且，台湾的医患关系非常和谐，几乎没有医闹事件，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李院长叹口气说，我们医院每年都要处理不少医患纠纷，有时候真的很消耗医护人员的精力和热情。如果能像台湾那样建立良好的医患互信关系，对医生和患者都是莫大的福音啊。小陈思考片刻说，其实我觉得这和整个社会的医疗理念有关。在台湾，医疗被视为基本人权，而不仅仅是服务。
全民健保确保了人人平等享有医疗资源的权利，不会因为经济条件差异而导致医疗待遇天壤之别，这确实是根本性差异。李院长若有所思，大陆虽然也在推进医保制度改革，但覆盖范围和报销比例与台湾相比还有差距，而且我们的医疗资源分配还不够均衡，大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医疗水平差异太大。确实如此，我接过话来，台湾地区虽然只有36000多平方公里，却建立了密集而均衡的医疗网络。从台北到台东，从基隆到高雄，医疗资源分布相对平均，老百姓不必千里迢迢跑去大城市看病。而且全民健保实行总额预算制度，有效控制了医疗费用过快增长，让普通人看得起病。小陈补充道，在台湾，即使是重大疾病，患者的经济负担也相对较轻，健保对重大伤病有特别的保障措施，像癌症、罕见疾病、器官移植等重大疾病，患者自付比例非常低，有些甚至可以全额报销，这让患者能够安心治疗，不必担心倾家荡产。这点真的很重要。李院长感慨道，在我行医这么多年，见过太多因为经济原因放弃最佳治疗方案的患者了，特别是一些农村来的老人，明明有更好的治疗选择，却因为担心花钱多而选择了次优方案，结果反而延误病情，最终花费更多。说起来，台湾的医疗制度还有一个很人性化的设计，居家医疗服务。小陈继续说，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或重症患者，医生和护士可以上门提供医疗服务，这不仅减轻了患者家属的负担，也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李院长眼前一亮，这个服务太贴心了，我们医院也正在尝试推行类似的服务，不过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好奇地问小陈，台湾的医疗技术水平在国际上处于什么位置？小陈思考了一下说，台湾在一些医疗领域确实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比如微创手术、器官移植、癌症治疗等方面都很有特色。台大医院的肝脏移植存活率居世界前列，台北荣总的达文西机器人手术团队也非常出色，而且台湾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在某些慢性病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西医结合，李院长来了兴趣，这方面大陆也做了不少探索。是的，小陈点点头，台湾有完整的中医教育和职业体系，而且中医也纳入了健保给付范围，很多医院都设有中西医联合门诊，患者可以同时获得中西医的协同治疗，尤其是在疼痛管理、中风康复等领域，中西医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李院长感慨道，听你这么一说，我更加坚定了支持你们婚事的决心。燕燕不仅能在台湾获得优质的医疗保障，还能接触到先进的医疗理念和技术，对她的职业发展也是很有帮助的。其实岳父您大可不必担心。小陈笑着说，现在两岸交流这么频繁，燕燕在台湾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后，如果想回大陆发展也完全没问题。台湾的医学院和医院也很欢迎大陆医生前来交流学习，我们医院每年都会接待不少大陆来的访问学者。我插话道，没错，两岸医疗界的交流越来越密切了。我有个朋友就是大陆的眼科医生，去年在台北长庚医院进修了半年，回来后赞不绝口。他说台湾医院的管理模式和服务理念给他带来了很大启发。李院长若有所思，确实，我们应该多向台湾学习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特别是如何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如何提高医疗服务效率，这些都是我们医院急需解决的问题。我有个提议，小陈突然说，岳父，不如您亲自来台湾考察一下，我可以安排您参观几家不同的医院，亲眼看看台湾的医疗环境和服务模式，可能比听我们描述更直观。李院长眼睛一亮，这个主意好，我一直想去台湾看看，但因为工作太忙，一直没机会。如果能实地考察台湾的医疗机构，对我们医院的改革也会有很大帮助。那就这么定了。小陈高兴地说，我和燕燕下个月要回台湾，您到时候一起来吧。我已经跟医院申请了接待计划，可以安排您参观台北几家主要医院，还能和一些医院管理者交流。3个月后，我再次收到了李院长的电话，他刚从台湾回来，说很想见我聊聊。见面时，李院长完全变了一个人，脸上洋溢着轻松和喜悦，完全没有了初次见面时的焦虑和固执。
丽姐，这次台湾之行真是大开眼界啊！李院长一坐下就迫不及待地说，我参观了台大医院、台北荣民总医院、林口长庚医院等几家台湾顶尖医院，真的是受益匪浅。说说看，具体有什么收获？我好奇地问。太多了，李院长兴奋地说。首先是医院的整体氛围非常舒适和人性化，无论是挂号、候诊还是检查，流程都很顺畅，病人不必来回奔波，医护人员态度亲切专业，医患之间的沟通非常顺畅。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台北荣总的一个场景，李院长继续说，当时正好赶上门诊高峰期，但候诊区秩序井然，没有人大声喧哗或争抢插队，医生看诊非常仔细，平均每个病人的问诊时间在15到20分钟左右，远超我们医院的平均水平。而且即使是很普通的老百姓，医生也会详细解释病情和治疗方案，回答病人的各种问题。这是因为台湾的医患关系比较和谐，我解释道，病人信任医生的专业判断，医生尊重病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双方是平等的合作关系。没错。还有一点让我特别惊讶，李院长说，台湾的医疗信息化程度很高，病人只需带一张健保卡，医生就能调出其完整的就医记录和用药情况，避免了重复检查和药物相互作用的风险。处方也是电子化的，病人拿着健保卡直接去药房取药，非常方便。您对全民健保有什么看法？我问道。这恐怕是台湾最了不起的制度创新了，李院长感慨道。全民健保覆盖范围广，保障水平高，而且管理非常精细。我特意去拜访了健保署，了解了他们如何通过总额预算制度控制医疗费用，如何通过支付制度改革引导医疗资源合理配置。这些经验对我们大陆的医改都很有参考价值。那您现在还担心女儿嫁到台湾吗？我笑着问。李院长爽朗的大笑，哪还敢有半点担心？我女儿嫁到台湾是她的福气啊。台湾不仅医疗水平高，整体生活品质也很好，街道整洁，空气清新，人与人之间充满温情和互助。我这次在台湾10天，没看到一次交通拥堵，没听到一声喇叭鸣响，到哪儿都有人主动帮忙指路，这种社会环境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您说的太对了，我感慨道。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总以为台湾很穷很落后。实际上，台湾的人均 GDP 已经超过3万美元，社会福利、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等各方面都非常发达。最重要的是，我看到女儿在台湾很幸福。李院长眼中闪烁着泪光，他和小陈在台北买了一套小公寓，虽然面积不大，但环境很好，交通便利。他现在在台大医院做研究，工作压力比在大陆小多了，每天都有时间锻炼和陪家人。小陈对他也很好，两个人感情很深厚。作为父亲，看到女儿过得好，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听到这里，我心里也很感动。其实两岸同胞同文同种，只是因为历史原因暂时分隔。随着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岸的误解必将逐渐消除，融合发展才是大势所趋。对了，李院长突然想起什么，我回来后已经向医院领导提交了一份改革方案。借鉴台湾的经验，改善我们医院的服务流程和医患关系，领导很支持，已经批准了第1阶段的改革计划。这太好了，我由衷的祝贺道，相信在您的推动下，医院的服务会越来越好，患者也会越来越满意。是啊，其实两岸医疗各有优势，相互学习借鉴，才能共同提高。李院长感慨道，我女儿嫁到台湾，不仅没有受苦，反而成了两岸医疗交流的使者。我现在特别感谢他的坚持，也感谢他让我有机会打破成见，看到台湾的真实面貌。说起来，我和小陈岳母聊天时，他告诉我，台湾医疗最可贵的是以人为本的理念。李院长继续说，医生不仅关注疾病本身，更关注病人的整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就诊过程中，医生会详细询问病人的工作、生活习惯、家庭状况等，给出的治疗方案也会考虑到病人的实际情况和接受能力。这种全人医疗的理念确实值得我们学习，这正是台湾医疗的核心价值所在。我总结到，在台湾，医疗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人文关怀。医生和患者之间不是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关系，而是基于尊重和信任的合作关系。
这种理念才是真正先进的医疗文化。李院长点点头，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我相信，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深入，这种优秀的医疗理念一定会在大陆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实践。我女儿的婚事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也是两岸医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我为她感到骄傲。这正是我工作的意义所在，通过牵线搭桥，不仅促成美满姻缘，更能促进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融合。在爱的力量面前，隔阂终将消融，误解终将澄清。各位听众朋友们，希望李院长的故事能给大家一些启示，无论是择偶还是看待他人，都不要被刻板印象所束缚，保持开放的心态，亲眼所见才是最真实的判断。我是丽姐，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